中东内部长期累积的问题，它是历史上面累积下来的结果。从传统中东整合不成功来看，整合的大契机就是伊斯兰。然而乌马基本上是停留在理想的状态了哈。然而这个整合它面对的一个对象又很难战胜，就是西方的殖民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一些的因素哈，它阻止了中东的整合，中东的不能整合也呈现出它的重要性。所以对于当时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下面哈，它必须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才能对西方有利。让我们看到世界多极化的状态正在形成并且巩固。我想这种趋势哈，它其实是对于欧洲跟美国长达3个世纪的殖民的一种反弹，而这个反弹其实是我们从长时段的大历史来看，它是必然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的互来座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我们专家讲坛来谈什么？我们来谈这个国际性的一个形势，就是中东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一个大博弈的焦点啊。在中东的现场呢，现在前阵子举办了乌克兰的和平会议由沙烏地阿拉伯来举办啊。上次我们找刘必荣老师谈了不少，我们后来发现呢，最近中国到底是迎来一个国运还是一个怎么样竟然呢2大压力北边的压力肩膀上的重担，俄国呢跟美国呢在乌克兰战场上虽然不是直接碰上但基本也等同了某种程度的死磕而这个形势之下，中东地区以前是美俄博弈的现场现在中国势力似乎在这边有得到一个较大的发展。另外，我们上次也谈到说，中型强国的概念在中东这个地区呢，尤其像沙烏地阿拉伯，它这个极具这个阿拉伯影响力它似乎也想做更多的事情，像伊朗也慢慢的从被美国制裁的这个状况中再解除出来那这整个中东的局势的变化值得我们更深一步的挖掘因为它可能是未来整个世界局势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缩影，或者是说一个洞见观瞻的一个地方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东局势也跟“一带一路”也做了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联系然而，欧洲在“一带一路”上却有一定程度的退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整个中美博弈的棋盘要怎么样讨论，我们才看得更清晰了。而这个也对台湾的未来有极其深刻的影响那当然，讲到中东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来请教谁？来请教我们的吴清浪老师。学长好，历史哥好，大家好。像中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中东地图当然，像美国的话，他们喜欢叫 MENA 我还把北非也划进去。不过一般来说，现在中东彼此的博弈还是一个比较集中在中东这个核心地带了那我们常常讲的这个肥沃月湾的这个地方，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到以色列在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目前中东核心国家看起来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伊朗跟土耳其这3强再加上一支小强叫做以色列来做一个博弈的一个部分当然，最近中东这整个的局势呢有很多的变化，像外交上面非常的方兴未艾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之前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复交土耳其呢现在也是跟沙烏地阿拉伯还有阿联酋做了很多的访问那大家看起来中东整个关系彼此呢正在急速的溶解，甚至呢重新回到一个相对非常友好的状态可是呢，外交事务我们知道这很有名的 Foreign Affairs 那还有一位笔者叫做希尔特曼，他说中东改头换面是海市蜃楼吗？为什么一系列的外交协议就是无法结束中东的冲突？所以现在我们讲中东它画面很好看对不对？我们看到小萨勒曼 MBS。跟埃尔段总统最近又再次连任成功看起来爱苏丹的前途是一片坦途。那都是强人来领导，然后大家又很开心我是觉得很有意思。但为什么这里的冲突似乎没有办法马上化解？我想这个还是我们过去一直讲的就是一个在中东经由漫长的历史长期形成的一种结构性内部互相的牵制，这个状态它是会维持很久那我们现在还没有非常清楚的看到改变的契机转化成为一个迅速实现的动力。那么我想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它其实最近一个变化的推动力就是中国力量的兴起就是说中国在美国的势力衰退之后进入中东这个领域，它在中东这个领域呢是采取了跟美国不一样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推进核
而不是分啊。美国人喜欢分而治之，对。那么这个分而治之呢，也是从之前的中东传统的历史遗产跟殖民遗产当中继承来的东西，就是分对我美国有好处。但是对中国而言呢，就是说他去推动中东的和，这是一个对抗美欧的一个筹码。并且呢，对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扩展、地缘政治利益的扩展也是有利的。第三点，又回归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就是希望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和平相处。那么你把这个冲突放在一边，大家一起去追求共同的发展的话，那么对大家，包括对中国自己的利益是有利。我想这是一个契机。但是呢，我也说过，就是说中东内部长期累积的问题，它是一个历史上面累积下来的一个漫长的结果啊。那这个结果，我们先从传统它的整合不成功来看，就是说中东有一个整合的大契机，就是伊斯兰。对。那么伊斯兰这个是可以影响到中东的基本上全部伊斯兰化，而且伊斯兰本身就有政治整合的理想，把它落实到政治上，就是乌马啊。然而这个乌马基本上是停留在理想的状态了哈。那它有另外一个契机，就是阿拉伯，就是阿拉伯语其实本来只是沙乌地的一个部落的语言，结果它透过伊斯兰的传播，成为中东北非地区广泛应用的语言，变成国际语言，变成国际语言。而这个语言本来是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我们看在欧洲就是基本上靠语言来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然而呢，我们看中东有另外的两个因素，就是在政治上很长一段时间是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来统治的。是这个土耳其帝国并不使用阿拉伯语。它是政治上面的伊斯兰领袖，却不是使用文化上的阿拉伯语。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比阿拉伯以及土耳其的历史传统更久的区域叫伊朗。那么这个伊朗呢，甚至它是借用一个伊斯兰教派化的一种方式，就是他接受什叶派啊，透过教派化的方式把它变成了一种政治的工具啊，所以这个就使中东的传统整合没有办法进行。那么中东的现代整合呢，其实是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下面，那么伊斯兰复兴、伊斯兰改革所提出来的一个理想，这里面包括我们所熟悉听到的泛伊斯兰主义，以及也有土耳其版的泛突厥主义啊，他们就都诉求用不同的角度去整合中东。然而，这个整合它面对的一个对象又很难战胜，是什么呢？就是西方的殖民了。就是说，当我们看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啊，在19世纪以后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对啊，那么也有一部分地区是法国殖民地，也有少量的地区是意大利的跟西班牙的殖民地。啊，那这种情形下，在大国的竞争之下，他当然会去维护自己的殖民地的势力范围。当然，他要制止当地的人整合之后，形成一个反抗他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看，就是这一些的因素哈，它阻止了中东的整合。再加上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人还在中东钉了一个钉子进去，就是以色列。那这个以色列在阿拉伯或中东或者伊斯兰这个世界的心脏里面，使得它的整合变得更加困难。他们整合之间的这种排列组合啊，竞争博弈变得无比复杂哈。所以中东的这种不能整合，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呈现出它的重要性。对，就是正因为它是那么重要，所以对于当时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下面哈，它不能够容许它成为一个跟自己竞争的那一方，它必须处在一个分裂的状态，才能对西方有利。哦，我理解了。所以其实中东的整合，我们单看表面看了很多这种互访啊，这种属于友好的画面，但实质上它内部更深层的动力是，中东一旦整合成一块，对于整个欧美是极具威胁，特别对于欧洲的威胁很大。是。那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回溯到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是，明显就是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它曾经在政治上面整合了中东。那么整合之后，我们看它势力范围实际上深入了欧洲的陆地，就是巴尔干半岛。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绿色的线呢，就是当年鄂图曼帝国的边界线。对对对。所以呢，它呢，就可以看到在南欧占了一大块，深入了巴尔干半岛。在非洲呢，地中海的南岸也是它的势力范围。那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精华地带也是它的势力范围。所以鄂图曼的存在是一个巨大威胁。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在鄂图曼帝国本身哈，它自己在这个18世纪其实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威胁，他们试图呢要去透过坦奇马特革新的运动啊，来去拯救这个帝国哈，让帝国不至于分崩离析。可是这个帝国其实是遭受了来自西方新兴的这些列强的各种威胁。
就不断的拆解它，那不断的在帝国的境内利用我刚刚提到的关于阿拉伯的啊，还有非突厥的，还有地方部落的等等这些传统的这些势力来挑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那这个挑战最终成功了，事实上土耳其勉强的透过他的革命，保存了今天的安纳托利亚半岛，还有在靠近欧洲的那一小块地方啊，就是这听起来是一个剩下一点点，这个以前叫东色雷斯嘛，对，这就是很小一块了。听起来是个成功的革命，其实就是维持了一个所谓残山剩水哈。那么土耳其在今天，他其实是很想加入欧洲的啊，那么他想去加入欧盟，进入欧元区，这是一个长久的一个目标。可是呢，欧洲很长段时间只允许他加入北约。但是呢，却不能加入欧盟，因为欧盟对他来说有经济的意义，也有文化的意义。那么土耳其所代表的，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异族异教啊，这个是伊斯兰的。那么欧洲的这个动作，其实它代表他们从十字军以来对于整个他们口中所谓的东方的忌惮，而这个忌惮的，其实在政治文化上面一直延续到了现代。那它也留下了一个结果，就是说，当土耳其没有办法去整合到欧洲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需要去回归自己的传统，追求不管是奥斯曼的还是伊斯兰的这样一个传统。对，但是这个追随同样的受到前面我们讲的阿拉伯的因素啊、伊朗的因素的制约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地区还是分崩离析的哈。那么这种整合的契机，我们前面讲就是说由中国造成了，但是它能不能够迅速的达成一个整合的目标，我并不太乐观，因为我觉得他会花很长的时间。会不会不是这一代人的努力可以达成？我想我们这一代恐怕是看不到。好，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我们刚才不是给大家看了另外一张图嘛？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国境线跟现在所画下的线其实是有接近的？为什么？因为其实这就是列强当时给中东在离开的时候，他把他们所有的这些保护地啊、殖民地各种名义上占领，他把它划分成现在这样的破碎的领域。事实上，这种破碎的这种结果是在阿拉伯早期的一个状态，部落林立嘛，因为这个地方一个绿洲一个城，一个绿洲一个势力。那是因为伊斯兰进来之后把它给整合，可是反而在加了现代民族因素进来之后，它反而还是没办法整合，所以这很有意思哦。现代民族因素反而是让整个阿拉伯地区能维持一个联合，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整合的因素吗？是，我想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哈，也是一个西方发明的东西。对他们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对于他们自己的内部的整合，并且呢，透过这个整合，发展出更强烈的对外殖民的这种力量啊，以及内部资本主义的这种成熟，都是有利的。但是这一个模式哈，是不是适用于西欧以外的地区？我们今天看起来，它其实不太适应的哈。可是西欧以外的地区，他们被迫的也要用民族国家的形式来应对西欧、北美对他们的威胁啊。那么这种威胁有两种，一种是比较主动的，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革命，还有中国的革命，它其实是透过建立民族国家的形式来去跟西方对抗的。那么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西方它会预先设想乃至组织一个一战后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来建立一些貌似民族国家，实质上还在留在原来的殖民秩序里的国家啊。这样一个秩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洲啊、中东，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秩序的留存。名义上就是说，西方要去维持这些民族国家他们的国家地位，尤其是主权这个字，但是实质上呢，这个主权是残留在比如说大英国协是啊，比如说法语国家协会这样的组织里面，以及更大的其实是美国的无所不在的影响。那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民族国家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制约，依照自己的历史的脉络转变成为现代世界的这种可能，所以它变成一种绳索啊。所以这种反而是倒反的一个状况啊。当时他以这种划分的方式，事实上这些地方如果正常来说，除了这个之外，它基本上就是同一个民族啊。是的，是的。对，就照西方来讲，那你应该合成一起。但事实上反而更分裂，而且还分了很多小的国家啊，是不是？卡达啊、科威特啊这些很小的国家。那再来另外一个是我们会想提到，就是说中国在这里的一个影响力啊。之前我们其实聊过好几次了。那最近有个新的被西方所提出来说，哎呀，你现在搞政党外交，
你搞这个国家外交就已经渗透的很厉害了，现在连政党外交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京借政党外交输出治理模式与意识形态到中东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第4届中国阿拉伯政党对话会。其实这个政党这件事情在阿拉伯地区对台湾来讲，其实相对是陌生的我们大概知道就是穆斯林兄弟会这个阿拉伯复兴主义之类的政党比较有名的就是谁？就是海珊或者叫萨达姆，对不对？对，他就是复兴党。但是他们很有趣的是，他们的政党其实是横跨各国的今天反而变成一个新的契机，是北京来跟这些政党对话，然后来整合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那北京最近在中东动作频频先促成了伊朗跟沙烏地的和解又调停以巴。那现在推动政党外交来输出意识形态跟治理模式，意图取代西方支配阿拉伯世界，等等等等。这个报道是我们台湾中央社我觉得很有意思怎么我们自己就承认了西方之前是支配阿拉伯世界，西方之前就输出了意识形态跟治理模式呢？但是你讲这句话，你说中国输出，那不就你就承认了他输出吗？那这过去他们不就是被殖民的状态吗？那不过没关系他说中共接触朝野党派外交有助于中国在阿拉伯拓展奠定长久影响力。但是其实阿拉伯地区很多地方事实上像沙烏地根本没有政党，但是很有趣，我们等一下来请教一下学长。那一党专政的正当性，统治维吾尔族的政策可获得中共国家制，那这也有矛盾那不是说在打压维吾尔族吗？打压他的伊斯兰兄弟这怎么中东这些王族打压自己吗？自己就是伊斯兰来打压自己吗？这个逻辑很怪。那中东动作频频，主要的目的就是拉帮结派。这个是前约旦战略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所说的。好，那就这件事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画面太有意思了就是中共在输出它的意识形态，意图支配中东，取代西方。我想这个动作其实跟之前北京去整合沙烏地跟伊朗的关系是异曲同工了所以它目标大概是一致的。在这个背后，我前面曾经说过，就是沙烏地跟伊朗的和解，很大程度上出于他们自己的需求。那么阿拉伯世界会有政党政治这件事情，其实是出于他们的伊斯兰改革的这个需求。这个改革呢，其实我们算一算，追溯到最早到现在，大概已经有400年了400。就是说，当西方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崛起之后，其实曾经作为传统文明中心的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他们感觉到威胁。他们当初呢，就想去透过伊斯兰的改革，来让他们也在所谓现代化这个议题上面可以跟西欧同步那么同步了之后，他就可以对抗西欧的威胁。不过，伊斯兰的改革一直都没有成功，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宗教力量。这个宗教力量，尤其它一个趋势，它就要不断的追求回归基本教义、原教旨主义。那么回归这个基本教义呢，它就不断的去约束政治的、跟经济、跟社会的现代化。对，现代化总是跟伊斯兰的教义会发生一定的冲突。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中东地区的现代化是不是停滞了？不是，它是在缓慢进行，只是他们步骤没有办法去跟西欧相比，它总是慢。那么甚至比中国也慢。对。那么他们这种宗教对于社会、对于政治、对于经济的这种制约其实是在他们内部的有识之士都已经感受到了，这是让他们不利的那么长远就对宗教而言，他们对于宗教本身的这种存续也并不见得有利。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即使是像沙烏地这样的国家，也出现了一种趋势，就是宗教跟世俗政治逐渐分离，这个趋势已经出现，而且呢，恐怕不会再往后退。所以像沙烏地这样子，并没有政党的国家会需要参与所谓政党对话。那么有政党的不用说了，其他的国家去参与一个政党对话，政党的重点它不是借用所谓欧洲跟美国的那种议会的政党政治，而是对于中国治理一个有长久历史传统，并且还有复杂的多元的文化现象的一个共同体，它中间有一些经验，在阿拉伯世界看起来是可以借鉴的。其中刚刚提到关于维吾尔这个现象，其实我们看到关于北京的新疆政策，其实阿拉伯世界并没有什么不支持的地方。西方谴责的时候，他们的阿拉伯的伊斯兰兄弟并没有加入。其实他们是看到说，北京所面对的问题，其实跟西方在性质上接近的，就是这个现
现代社会跟传统宗教之间会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的冲突。那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结构性冲突？北京采取的方式其实是他自己叫做共同富裕哈。对，这共同富裕就是说，我要解决新疆的根本的一些社会的存在的冲突，那么我就要大家一起富起来，一起富起来我就要发展经济，我是发展经济，我要找到各种各样的财源，包括“一带一路”。那么就是让这个非常伊斯兰的维吾尔社会参与到整个现代化的、全球化的、市场化的这个潮流当中来。那这里一定会跟传统产生一定的冲突啊。那么产生这个冲突，如何应对这个冲突？它最后产生的效果跟欧美所想象出来的那种效果很不一样。欧美想象一定会发生像他们自己做过的那种大规模的种族迫害、种族屠杀、种族灭绝，这是他们自己做过的，他们很方便的去推断中国人会这样做。但是呢，就具有长久历史的阿拉伯世界、中东世界、伊斯兰世界看来，那个不是一个负面的经验，他们看到了很多正面的东西。我想这是一个传统智慧跟现代智慧的结合哈。所以我想这一个政党对话当中是这样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之间的一种经验交流，尤其他们看到是中国在这个后发的现代化当中处理这个社会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文化之间有一定的经验，当然不是全部正面啊，一定有一些负面的，但是不管是正面的经验还是负面的经验，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尤其讲到政党，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非常有组织力的这样一个团体哈，它的组织的经验，我想是这个阿拉伯地区他们非常想去借鉴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哈，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所谓的政党外交，其实是中共的传统里面一直有的，就是它一直有一个机构叫做对外联络部。对啊，那么这个对外联络部经常担任一个第二外交部的角色，就是说它跟没有正式外交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家当中非执政的政党、非主流的政党之间建立政党的连结。那些政党未来也有可能会执政，或者是至少在它的国内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种第二管道的外交，它的效力是超过所谓非政府组织的。因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它背后就是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所以是直接相连的哈。那非政府组织它只能担任一个间接的角色，而且它必须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来出现，所以它效率并不是很高。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政党外交本身的形式，我想这个阿拉伯世界也非常感兴趣。是，这个叫做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嘛。是。所以这时候中国的体制在这上面就展现出一些特殊性，那反而给予西方一定很强大的压力啊，因为西方做的方法依然是透过所谓的 NGO， 透过中间的第三方的国际组织等等，但那个都是一个间接的交流，没办法直接打进去，所以导致他们在做很多事情上，他就要花很多的时间，不是做不到，而是要多绕很多的远路。而中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等于你西方没有这个模式可以用。是。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造成今天西方认定的你就是在拓展你的势力，你在输出你的意识形态？但就刚才我跟老师的分享来讲，不是输出意识形态啊，而是一种经验模式的借鉴。这里面隐含了几个道理。第一个就是西方模式的局限性反而在中国上没有受到限制。第二个是西方对于中国或者是中东这种有深厚历史的地区，他们始终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种深厚历史传。其实我们跟吴强老师谈了很多次，每一次都谈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发现西方就卡住了。就西元8世纪，唐朝跟阿拉伯人在打达洛斯之役的时候，那请问西元8世纪西方在哪里？是再加8个世纪，美国也还没建国啊。是对，西方的文艺复兴才到一个阶段上而已。所以这个是不是其实就是历史经验跟文化内核的很大的巨大的差异？另外一个是体制上的一个差异所造成。对西方来讲，还有一种深深的不安感。是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历史短的社会国家来说，他要理解长久连续的历史传统的区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的传统基本上都是来自最近的几百年啊，甚至尤其是最近的200多年。那么对美国人来说，华盛顿这个都是非常久远的事情啊。对欧洲来说，其实文艺复兴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到春秋战国这种感觉了。其实文艺复兴是非常近的事情。对啊，就是明朝16世纪啊，明朝我们随手都可以看到嘛。明朝已经被认为是很晚近的朝代，对，非常晚近。元明清最后3个朝代。对，那这种情形下去相互理解是中间是有障碍的。那么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理解中国很困难，理解很近的，他们叫做近东的这一块地方，其实也很困难。
因为这个地方的历史太悠久了，而且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说四大国文明，事实上阿拉伯虽然文明崛起也比较晚，但阿拉伯文明有连续性啊。是，它从穆罕默德创教之后，那一直到现在，虽然分裂什么，但是宗教从来没有断过，而且所有的文化精华都是藏在这个宗教里面。是，尤其是我们今天看伊斯兰会觉得比较集中在它的所谓基本教义那一面，但是忘掉了伊斯兰它曾经透过100年翻译运动保留了南欧曾经残存的一些文化精华。欧洲的文艺复兴，假如说他没有利用阿拉伯100年翻译运动的这些资料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想象的，他们跟他自己的传统是完全断绝因为黑暗时代。对，那么阿拉伯的文明，包括高层的文化，还有社会的这种秩序，其实曾经都是处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其实是西方在中世纪的时代非常陌生的，非常向往其实我们讲的不好听的话，他的十字军东征目的是为了抢东西他们很穷他不仅抢了耶路撒冷，他连君士坦丁堡都抢过还创了自己的王朝对，连威尼斯都抢了，最后都抢不到的话，连威尼斯都抢所以其实对于西方人来讲，他的理解的障碍，其实慢慢的，我们回到文化面，这是过去我们谈地缘政治、谈国际外交谈不到的一个地方。是，对。再来我们继续来讲当然这个会议可以说是参加的人数跟单位是很多的啦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选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那再来呢，有19个阿拉伯国家，60个政党领袖那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都知道，它就是一个以回族穆斯林为主的就是也不是为主了，但是它占到1/3是相对集中区，因为在中国其实回族或者是伊斯兰一直都是个少数但是这里是一个相对集中区。那我是觉得这个蛮厉害，我一直想到那个大唐芙蓉园虽然有人批判那就是你中国用自己的想法去思考中亚这些突厥国家这个当然塔吉克是波斯国家，但是 anyway 我必须说北京或者是中共他们很会选地点，很喜欢去凸显这一些历史或者是我的文化上的跟你的连结，那来借此来加深彼此对于这样会议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认同度。是的，我想这有2个值得注意，就是说银川那个地方，它跟另外一个穆斯林集中的地区新疆有比较大的差异。就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他们在接受伊斯兰的时候，更多的是对于伊斯兰比较底层文化那一部分的重视那么包括在书写的语言上面，就是文字上面对于中东世界的一个借鉴。可是呢，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个回族，他是讲汉语的穆斯林那么讲汉语的穆斯林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对于追求我弄清楚这个教义，并且依照深层的教义来生活这件事情很感兴趣。这是一个中国伊斯兰或者是汉语穆斯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所以在银川其实有这样一个氛围。第二个呢是现代的银川，现在银川在世界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面的清真加工食品，大部分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尤其是银川来制作生产因为我们其他地方做的别人也不放心那么如果是换一个地方做呢，它没有那样大规模的生产的一个条件，或者是它没有办法把成本压下来那么在银川就做了很多我们觉得这个穆斯林要吃东西，他先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清真食品，是不是清真食品那么我们看到是银川生产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生产的，一定可以放心。所以是这样一个中心。其实我们光从这口味的角度来说，到了银川都可以见到自己很熟悉的东西了像我们今天大概到广西看到螺蛳粉会亲切了，但是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人是到银川会觉得非常亲切了解，这是非常有意思所以我最后想问一下学长，就是说那中共跟阿拉伯国家这些政党共同的发表这些声明有什么样的要点？我想这个真正的重点就是说，主权国家去发展它内部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做政治决策的时候，它是要遵循主权国家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对那么相互之间的合作不要附加政治前提。那么这种主张呢，其实是相对于美国的价值观外交，或甚至于其实西欧 G7 他也喜欢这样做，就是他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总是希望给别人提一个条件，你必须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政党政治，那么你要言论自由等等。有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够谈合作。可是呢，这些中国跟阿拉伯国家合作，他要强调说，我们要尊重各国的主权跟自己的决策权不要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种情形下，由各个国家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不要有别人越俎代庖。是，所以它主要的还是在于说，先尊重彼此，然后彼此接近。是哦，跟这个西方那种打团体战又不太一样。是 OK。当然哈，讲到中国大陆在这里的一些工作哈，我们要提一下哈，这个算是附带一提，日本也跑来了。那台湾其实对日本为什么在中东这么感兴趣，而且似乎也是相当受到中东欢迎这件事情比较陌生了哈。林文雄前阵子在7月的时候有去出访中东啊，那跟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谈了零碳技术的合作啊，但是重点附加这句是在干嘛？提防中国扩张，这是什么呢？哈，7月17日的时候，他到了当地去，那也跟了阿联酋的总统穆罕默德展开会谈啊。当然，双方就是就氨啊、氢啊、零碳技术做了一些谈判。更重要的是，中国经略中东问题做出若干意见交换，这个很明显，日本想加这句话。加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日本在这里对于这件事情他那么在意？是，我想在这里哈，从2个层面看。首先，日本人说，他对于中国侵略中东的这件事情，他中国势力的扩张，他是表示忧虑，这一定是真的啊，这是其中的一个重点。但是他在表述的时候，很可能就像这个报道讲的，他是用侵略中东的这个议题进行了意见交换，而不是明确的表示说有中国威胁论。那是美国人喜欢这样讲话，日本人大概不那么明确讲话。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代表说，日本已经在美中之间选了边之后，怎么样去继续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件事情。就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我们之前曾经有机会讲过，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亚洲，它的前途在亚洲，所以中日韩自由贸易体以及亚元这样的提议都是日本人曾经非常热衷想去参与的啊，但是基本上在美国的干涉下面破局了啊。那么日本人发现他要去离开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跟美国的政治的合作啊，还有其他方面的连接，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他只好做了一个赌注，那我只能跟美国站在一起，因为脱离美国的话，我会面临一大堆不可预知的风险。所以呢，我为了不冒险跟美国在一起，但是跟美国在一起，我能不能伴随着美国一起衰退？美国在缓慢衰退，而日本的某种衰退速度比美国还快啊。那种情况下，我就要去找回我的一些传统资源。事实上，这个传统资源呢，有一部分就在中东啊。那么日本跟中东有特殊的关联，其实在20世纪前半期的时候，日本就曾经对于中东、对于伊斯兰有非常强烈的兴趣，因为在那个时期呢，他们打算跟英美对抗。对，那么他们觉得跟英美利益不同的中东，其实是日本非常需要去争取的一个资源，所以日本其实它内部根本没有伊斯兰的传统，它专门设立了学校去培育懂伊斯兰的人，甚至于一些女性去嫁给阿拉伯的这种高层的这种状态都有。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我们知道美国有一阵子是非常压制日本的，就日本取得这个能源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在那种情形下，日本取得能源的来源主要是中东，尤其是伊朗啊，伊朗曾经跟他有秘密的石油交易，这使得战后1940年代中期到1950年代中期，日本的工业可以复苏，这个跟伊朗对它的石油支援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样让他们建立了一个传统的友谊哈，以至于说今天的中东世界啊，也包括伊朗人在内，跟日本人之间一直互有好感。反过一样，他们购买的工业品，日本的产品要比欧美的产品多得多哈。所以讲直白的是，过去其实是在2战之后，日本在他当时需要寻求一个外交的空间，或者是一个它的发展的空间所奠下的情谊。那所以讲说提防中国扩张，其实是讲给美国人听的。是，那么我想，首先在政治上，他一定要表明自己的立场，一定是要提防中国扩张。那么，如果从现实的态势里面，中国也是他竞争者。对，也是他竞争者。就是说，中国的产品对于中东的销售会排挤日本产品。这个是不是因为跟中国的产业升级的速度也有关系？因为中国产业快速在升级当中，对日本的产品已经产生排挤效应。是的，这一点我想是超出全世界的想象，超出日本的想象，也超出欧洲的想象，也超出美国的想象。就是这几年国际局势中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中国以别人都意想不到的一个速度在产品升级当中。对是。其实台湾也受到挤压。是的。只是我们有早收清单可以抵挡一些。你要是今天开了门的话，那台湾电动车就完蛋了，就完蛋了。对，就是对岸品牌直接占领你的市场。是。所以是实质上日本也是担心，但是能拉多少？问题体量不在你这边，虽然有传统经济，所以他现在日本能靠的还是传统经济，还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可是就零碳技术来说，
中国丝毫不逊于日本是，如果从零碳技术的角度来说，其实现在最尖端的、最主流的技术是在中国那边而且是做的效率最好的不管是太阳能还是风能的技术。都是有中国领先的那么电池也是中国领先的。那日本所提出的这种零碳技术，它还有个前提，就是我先要用碳，然后再换来零碳。对，那这个技术事实上是成本属于比较高，而且是代价也会比较大的但是中东没差，他们最对就是碳。是中东也很正常，就是说他需要去让他自己买多重保险，我朋友越多越好。所以中东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中东它也要去维持跟它的传统的盟友乃至于关系者美国还有欧洲的关系，还有日本的关系，这个从他的角度一定要维持的，他不可能只做中国的朋友。是所以其实这也牵涉到说中东特殊的地缘嘛，它就是一个十字路口。是，那它也不像以往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伊斯兰帝国的时候，它就必须要多方结交，所以这些国家纵横捭阖，阿联酋啊这边一点那边一点，然后彼此之间像沙烏地跟阿联酋，那阿联酋是属于比较弱嘛，对比沙烏地当然是老二的位置的话，那他来跟日本谈，好像位阶也差不多，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但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日本也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国家，可是日本好像比较少强调在历史或者是统治制度这一块来跟中东谋求合作，而是更多的是属于一个利益交换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讲白了就是商人传统的利益我跟你做生意做很久，我们也算好朋友了，对不对？你家婚丧喜庆我会去，我家婚丧喜庆你会来，有一点这样的概念是，日本的历史是当然比较特殊的因为日本历史是因为它的那几个岛的缘故，它的历史一直是以比较单纯封闭的线索在发展，它是内部的它是那个内部历史。那内部的历史，另外他们的历史就是因为是内部，所以它从长期的封建走向整合，这个经验跟阿拉伯的多元文化那个经验是有蛮大差异的，所以这就没办法形成一个文化共鸣。是，但是中国就可以，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的帝国是，它跟阿拉伯的这种历史有很大的同质性、相似性。而且自己也有很多的穆斯林在里面。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历史是很重要的，知道吗？当然讲了日本，日本的老大哥当然不能缺席美国最近又在这边又有一些新的动作了，而且有趣的是，他这次呢搭上的是邪恶三轴心之一的伊朗这个是谁呢？这个是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哈米尼那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他们最近为什么搭上了因为最近伊朗要来释放他所拘禁的美国人所以外媒就说拜登现在布置一个怎样的中东局势，这当然是港媒的一个说法。最近是这样4位伊朗的美国公民那这是双重国籍的由德黑兰主要囚禁政治犯呢转移到当地的一家酒店软地，也就是降低他的一个监禁的评级。那另外一位美国公民亦将获得同等的此待遇，这叫做换囚协议的一部分美方将释放5位在囚的伊朗人，同时呢，会将因制裁而困于韩国的60亿美元伊朗资金呢，转进一个设于卡达的中央银行户口，提供伊朗进口药物、粮食之用。讲白了就是说人道主义了当然收到款项之后，5位美国人就到多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卡达了，首都然后再返回美国。那有人说奇怪了，美国这是不平等条约吧？换球就换球，就搞个60亿美金要干嘛呢？除了换球之后，还以前换人金额还要高于奥巴马时代的4亿美元当然，共和党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比如说，美国前副总统现在也是参选人之一Mike Pence就批判拜登卖国又来了，这个软弱不堪。但是很多的专家认为说，这个可能又是一个新的美国跟伊朗之间有一些新的作动，美伊之间看起来是世仇，其实也不是，还可以达成这种所谓的君子协定的旗号，总是放一点正向的讯号。所以美国在中东布局依然是多线式的它并不是只有单线。美国正在中东正在往后撤，但他们之间千丝万缕是，我想这个局面的形成其实是伊朗人乐见的。那么伊朗人乐见之前的一个背景，就是在中国的斡旋之下，伊朗跟沙烏地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和解，而这个和解其实让美国感到了很大的威胁。美国觉得他势力要被迫退出中东，那么美国会不会甘心退出去？一定不愿意。这种情形下，我一定要去设法挽回，其中包括我不能给伊朗施加那么大的压力，我要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他回归
之前的，甚至于奥巴马时期的一个状态。对这个状态呢，只会对美国有利，因为它会减缓伊朗跟中国靠近的这种速度。这是至少他可以做到的。那我们从这个动作，以及还有一个就是说，在美国推动沙烏地跟以色列的接触，这种动作都是说让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跟中国进入了一个战好战的阶段，就是说完全是短兵相接的。就是说我在战略上其实从主动变成了被动，在中国介入中东和解之后，美国已经变成被动了。但是呢，美国没有一下退出去，而是坚壁清野或修筑了战壕。这个双方的战壕都在接近，那么双方在这个战壕里面经常发生短兵相接，这个状况就已经是比较接近的，像1951年下半年开始的韩战的一局势，或者是说像现在俄乌的前线，但这个前线就双方都很难推动但是争夺一点小小的阵地。我想这个局势会延续很久，因为这个过程我们讲过，它背后也有中东这些国家自己的需求，他们也希望在中美的竞争当中能够获益，就是你双方都需要争取我的时候，那我来争取自己利益的空间当然就扩大了。对，所以我刚才说的是伊朗也乐见这非常有趣因为伊朗如果就西方的价值观，这就首鼠两端呐。你总可以同时跟中国交好，又可以同时跟美国交好，但事实上这符合中东的利益。那某种程度其实也凸显我们刚才一系列谈下来，不管是沙烏地，甚至是阿联酋，或是伊朗，甚至土耳其，其实大家都在干同样的事情，也就中东的自主性不断在上升，在凸显当中。那过去十字路口是任人宰制我们常讲这种在中国古代的说法叫衢地嘛，既为要地，也为要冲，也为要害。那可是这个地方反而它开始重新展现它自己的价值了。过去帝国主义那种赤裸裸入侵，已在现在的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它已经不能再这样做的情况之下，所以它自己的自主性上升。那这个会对未来整个世界格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就是让我们看到世界多极化的状态正在形成并且巩固。那我们看到之前有少数大国控制的局面，现在有很多中型国家加入，这些中型国家的影响力也在日渐的扩大那么这个扩大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国就没有再去追求一个像美国那样子有两极竞争，然后旁边跟了一些小的仆从那种状态。它相反去推动一些中型国家扩大它的影响力，巩固他们自己的权益，这是中国乐见的。那么中国所做的事情，包括“一带一路”，它造成的一个客观效果就是中东跟非洲国家，还有一些亚洲国家，乃至于南美洲国家的工业化。这工业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它工业化之后，它对于美国跟欧洲的依赖就会降低，那它实质的这种话语权跟它自己的自主权、决策权也就会扩大。讲到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带一路”也拉进来讲怎么说呢？因为从这个来看一带一路”某种程度上就是把中国过剩的工业产能，甚至包括把中国的制造业的能力一定程度分散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我们看到这“一带一路”其实中东是个重要的重点嘛。你看看，几乎中东很多重要国家都加入，除了战乱中的也门跟相对还是比较乱的叙利亚、伊拉克之外，这样子讲我如果这样从老师刚的话语来理解的话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欧美在中东这个地方在进行的工作，它是倾向就是只有原材料资源的采购，然后呢，我再反倾销工业产品。也就是说，其实他们要累积资源并不容易。就算他们有资金，他们也只能再回到美国去投资，回到欧洲去投资。我们知道中东的阿拉伯的这些酋长们，或者这些王子们，他们其实最大量投资在哪里呢？钱都藏在瑞士藏在巴黎的奢侈品，或者是芝加哥这些地产行业，尤其是纽约这样子的状况。那现在他们攒下来的钱，反而是更多的来跟中国来结合。那这个结合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特点是，以前西方国家是不会去扶持你的产业链，但是现在中国是把整个产业链你跟我合在一起，我也不搞你，会不会这样？当然，西方一定会说，怎么有中国这种扩张的过程中，就是趁机要控制这些国家。所以这其实两条不同的思索线就是原本西方模式跟“一带一路”下中国所带来的一个模式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中国在这里它有投资，除了工业之外，它有重要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这些基础设施对于这些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内部去开发自己的资源、整合自己的经济体系，有很大的注意。我们看可以有一个对比，就是说这些国家原来在西方的殖民的情况下，它有少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通常这个铁路是短短的一段从矿区通向港口，就把资源运到我自己国家就好了。但是在中国的一带一路之下，我们会看到基本上是贯穿这些地区的铁路都是长程的铁路，从中心到内地，从港口到内地，甚至于贯穿整个非洲大陆的这种
这种铁路的形成，它显然是说对于整个中东的非洲的发展，它都是有比较深层的助力的。那这个助力就是说，一开始中国是不是去销售它的产品？当然，但是这些产品它是用低廉的价格让中东非洲地区它去享受一个工业品跟都市化的生活。接下来这个生活就演变成他们自己去跟中国做技术的合作，去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然后自己来生产。我们看他自己生产的情形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很大程度上，我们很快都会看到中东品牌甚至于非洲品牌的出现，这个不会太久。我想我们不见得会看到中东的整合，但是看到中东品牌可能会比这要快很多。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中东所想要的嘛。我想要现代化，我想要真正的减少我国家的消耗嘛，因为这样子我也可以让我资源留在自己，因为你不断的外购其实是很贵的，但是这过程当中上下游产业链又可以跟中国互相搭配，那这个就是一带一路如果未来的长久化，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的，是的。最后啦，我们就讲讲啊，在这样的一个整个布局下，希望你就是帮我们做个总结吧。我们今天从中东一路谈到一带一路过来啊，其实最近欧洲有一些对一带一路的一些抵触了哈。不过我想我们这有机会我们再来把它补充完了。我们今天倒是做一个总结，就是说现在的中美博弈之下，在中东这个棋盘上，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有什么样的。我们历史讲的就是见往知来嘛。是。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那未来您觉得会怎么样发展呢？其实啊，我刚刚有提到关于美国还有 G7、G7 哈，那么 G7为什么对于一带一路跟中东、跟非洲的、跟拉丁美洲的反应会很不一样？我想从历史角度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呢，中国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对，而欧洲跟美国正在去工业化。那么其实不久以前，我看到大概4、5年前，中国大陆的一位专家跟美国人说，我们中国是个农业国，出口农业品，美国是工业国。当时呢，他其实已经受到了一些网民的嘲笑了，因为当时的状况已经不是了，是中国是工业国，而美国是农业国了。那么美国是农业国的这个状态，其实像在欧洲扩展当中，欧洲的去工业化的情形很严重，他们很快的也会演变成为农业国。那这种情形下，就是说欧洲现在很大程度上它变成还在生产的产品有没有一点竞争力，还是有竞争力，但是竞争在哪里？主要是奢侈品。所以我运用欧洲的名牌，我有价值感，我有享受感。这种模式其实是在路易14时代的法国就出现的，他们可以维持路易14世的或者米兰的时装的那一些传统，但是我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让大部分的普罗大众受益的规模化的工业生产，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们对于一带一路所要推动的目标其实是有抵触的，因为这跟他们的方向其实是并不一致这里可以呈现是说，他们为什么跟中东的非洲的反应会很不一样。当然我们回头去看，就是说对于这一点呢，中国也应该是逐渐看出来就在一带一路的高峰会议上，他们也会发现说欧洲的角色其实没那么大了。是意大利人曾经感兴趣，是因意大利的结构跟另外的6个国家有所不同，但是意大利也正在往那个方向滑就是说他们大概只剩下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米兰的时装了。但是我想这种趋势它其实是对于欧洲跟美国长达3个世纪的殖民的一种反弹，而这个反弹其实是我们从长时段的大历史来看，它是必然的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反弹，最终其实就是呈现在中美之争的内核里面是对，也就是说中国所代表的其实就是这一些所谓第三世界南方国家。我们现在已经发明了好多名词 ，BRICS、BRIC 一大堆名词，其实它所代表都是同样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些后工业化的国家到底是要跟着谁嘛？你跟着欧洲就是既有的模式，那你可能是有被掠夺、被压迫。当然，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会受益，你在上层结构会受益。可是随着现代化的推展，上层不可能永远不流动现代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就是阶级要流动。是，那普世平民基本的机会会越来越均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国家的既有的统治结构就不可能一直维持。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没谈到，但我们可以有机会也可以请学长来谈，就是西非跟中非国家的去法国化，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另外一个指标了。但只是说在台湾比较少人关注到但是今天呢，我们把整个脉络贯穿起来以后，大家应该其实也看到一个图谱了。其实中东它会比较快，当然也有它的地缘的一个特质，它是个十字路口，它更容易左右摇摆。另外一个，它资源太丰富，累积了巨额的资产，而这些财产过去没地方花，只能拿去消费奢侈品。我们想要中东土豪就只会买豪车，就谁知道曾几何时出了一个 MBS， 他对豪车没兴趣，他对美女没兴趣，他对于一大堆钱财没兴趣，他对于富强国家有兴趣。那你就很难说会有这种人。
那手段又够，又有他的这种阴狠的部分，他绝对不是一个好人。但我认为他是一个热爱民主、热爱国家、热爱他自己宗教的人。那这种人始终在历史的长河上，个人是偶发现象，但是历史的长河上是必然现象。一定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个人物，而这样的人物的出现的时候，再加上时局的到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就天时地利人和嘛，那历史就在推动当中了哈。我想这个希望给大家一点启发啊，我今天听的是蛮有感受。最后啊，我们今天互来座谈呢还是要谢谢大家哦。那我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呢喜欢支持我们的话呢，也记得帮我们加入会员，然后也可以透过线下的超级留言、超级感谢，然后或者是绿界 PayPal 或微信，还有邮局给我们一些粮草赞助，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么最后再次谢谢学长。谢谢历史哥，谢谢大家，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